光景，第二个现象，我们就要来谈到一个敌基督的兴起。我们要了解敌基督的兴起，我们就先从孕育敌基督的温床开始说起。在启示录13章这边说，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，有10角7头，在10角上带着10个冠冕，7头上有亵渎的名号。我所看见的兽，形状像豹，脚像熊的脚，口像狮子的口。那龙将自己的能力、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。老约翰说，有一个兽从海中上来。海在圣经中经常预表世界，也就是说，到了7年大灾难的最后3年半，有一个庞大的集团——世界联盟经济共同体，他们是亵渎神的精英组合，或者说他们的行径、行为、决策都是亵渎神的。他们将会联合起来操控这个世界。在约翰所看见的这个形状像豹、脚像熊的脚、口像狮子的口，这个兽，之前大概500多年的时候，先知但以理他也见过。在但以理书说到，有4个大兽从海中上来，形状各有不同。头一个兽像狮子，又有一兽如熊，就是第二兽。此后我观看，又有一兽如豹，背上有鸟的4个翅膀。这兽有4个头，又得了权柄。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，见第4兽甚是可怕，极其强壮，大有力量，有大铁牙吞吃嚼嚼，所剩下的用脚践踏。这兽与前3兽大不相同，头有10角。但以理所见的4只从海中上来的，头一个兽像狮子，有鹰的翅膀。那这代表的呢，也是尼布甲尼撒王所梦见的那个大的人像的金头所预表的时期。那这个所预表的时期呢，也是从公元605年到539年的巴比伦帝国。再来呢，但以理还看见的有一个兽像熊，就是第2兽，旁跨而坐，口齿内泻着3根肋骨。那这个呢，也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大人像，他的迎凶所预表的时期。这个预表的时期呢，就是从公元前539年到331年的波斯帝国。然后再来，他又说到，又有一兽如豹。那这个呢，是公元前336年到323年的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帝国。那这个13年的时间，亚历山大南征北讨，无往不利。但是在公元前323年6月，亚历山大突然得了恶性的疟疾，他10天发病以后就离世了。那个时候他只有33岁。所以但以理7章6节说，这只豹背上有鸟的4个翅膀，这兽有4个头，又得了权柄。也就是说，亚历山大他暴毙以后，他的帝国被瓜分成4个国家，一直到西元前30年被罗马帝国所取代。这个希腊时期呢，也是这个大人像所预表的同妖的这个阶段。那再来，但以理说，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，见第4兽甚是可怕，极其强壮，大有力量，有大铁牙吞吃嚼嚼，所剩下的用脚践踏。这兽与前3兽大不相同，头有10个角。这个10个角呢，就是所预表的罗马帝国。
那这个罗马帝国呢，它是在539年被分治成西罗马帝国和罗马帝国。那这个也是大人像的铁腿所预表的时期。那西罗马帝国，它是在西元476年就宣告结束了。在他帝国所属的领地里面，就纷纷自立为很多独立的国家。那现在呢，罗马帝国，它是在西元1453年被鄂图曼土耳其所取代。随着东罗马帝国的倒塌，罗马帝国就被画上了句号，它所属的版图就逐渐形成了许多的国家，也就是尼布贾尼撒所梦见的大人像，进入了半铁半泥的历史时刻。但以理说，腿是铁的，脚是半铁半泥的，也就是说，脚的一半材质是延伸腿的材质。那我们来看，从巴比伦帝国、波斯帝国、希腊帝国、罗马帝国，我们来看他们的疆界。那这些帝国的版图都是围绕在现在的整个欧洲和周边的亚洲、非洲的国家。但以理说，脚是半铁半泥的，表示这些国家的体制、幅员、军事、文化、宗教，仍然承受着1000多年来罗马帝国的影响。尤其整个欧洲仍然沿袭着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的规范教义传统。西罗马帝国的政权已经消失了1500多年了。东罗马帝国即便已经亡国500多年了，但是这一双铁腿对欧洲的影响力却丝毫不减。那另外，我们来看欧洲的国家，或者说在过去这4个时期所占领的地区，富与贫、强与弱是2个大对比。就好像但以理书所说的，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，一半是窑匠的泥，一半是铁，那国将来也必分开。你既见铁与泥掺杂，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。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，那国也必半强半弱。你既见铁与泥掺杂，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，却不能够彼此相合，正如铁与泥不能够相合一样。所以这个经文透露了这个世界最后的局面是怎么样呢？就是这个脚和脚趾头所组织起来的国度必定会有的发展。是什么发展呢？第一个，它一定有铁的力量；第二个，它是半强半弱的国家势力；第三个，它的国民会彼此在人种当中互相掺杂，但是他们却不彼此相合。最后，这个国度必定会分开。那东西罗马帝国所曾经统治过的地方，后来各自都成立了国家，他们的国力是半强半弱，他们各国之间互相往来贸易经商通婚，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，但是却不能够彼此相合，终究他们的结盟必会分开。就好像启示录17章所说，你所看见的那10角与兽必恨这淫妇，使他冷落赤身，又要吃他的肉，用火将他烧尽。但无论如何，这10根脚趾头还是连在一起的。就算他们会分离，就算他们彼此不相容、不相调和，但是他们联合起来的时候，他们还是有铁的力量，他们还是沿袭着旧的铁的势力。这10根脚趾头所结合起来的国度，就是但以理所说的第4兽的延续和前面3只兽的结合体。约翰他所看见的这只从海上来的兽，跟但以理所见的4只兽有什么不一样呢？
约翰说：“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，有10角7头，在10角上带着10个冠冕，7头上有亵渎的名号。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，脚像熊的脚，口像狮子的口。”约翰说，有一个兽，它有10角7头。角是什么意思呢？角代表组织，就好像我们在形容一个帮派的老大的时候，我们会说他是地方上的角头老大。那头代表的是什么呢？头代表的是领袖，它代表的是元首。那约翰他看见末日会有一个庞大的集团，这个集团的特征是在10角上带着10个冠冕，意思是10个在世界上极有影响力、极有尊荣的各界精英，或者说这10个带着冠冕的角，它是一个精英的组织。另外，它还有7个国家的元首。那这元首上面呢，它都有亵渎的名号。也就是说，这些元首他们有共同的特质，就是他们都是站在抵挡真理的立场，在推行一切抵挡真理的法令。也可以说，这10角7头兽是一个政商联结、发展于欧洲的敌基督组织，他们共同联合势力，成为影响末世最大抵挡真理的力量。当然，我们刚刚看的这4个帝国，他们的版图也扩张到非洲、亚洲，但是它的中心发号司令还是在欧洲，所以会在欧洲组成了这个10角7头的精英联盟。因为老约翰看见的这10角7头兽，就是那双半铁半泥的角所预表的世代和国度，它是承袭了前面3只兽的疆界和罗马帝国所传承下来的影响力。所以这个联盟它所造成的影响力和对这个世界的迫害，是前面4只兽的总和。因为启示录3章2节所说的，我所看见的兽，那龙将自己的能力、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。所以这个联盟和他的领导者，他们都是从撒旦得到了能力、权柄，能够运用这一切的手段，任意而行，玩弄世界。他们是在这个地上执行撒旦统治世界的傀儡，而敌基督就是出于这个联盟，或者说这个联盟孕育了敌基督的温床。